不过从两边的战局来看，丹神塔这边应该比较棘手。司神将两边的战局都分析了一下，毕竟丹神塔这边没有一位是造化主神，况且那位丹神塔塔主还在闭关，内塔之主已经是他们那边最强大的存在了。丹神塔那边的战局现在也非常的激烈，不过那位盟主还未出手，但我想应该马上就会现身了。到时候那位盟主出手的话，以他那造化之威，恐怕就算是内塔之主还有10大神长老联手都不会是其对手，想要灭掉丹神塔也就在举手投足间。这就是造化主神的恐怖所在，释放出一道造化之法，就可以引动规则，在这规则之内，任何万物都难以逃脱规则的毁灭。不知那位丹神塔塔主是否可以成功顺利登临造化之境？如果成功的话，那么丹神塔这一次的危机也自然会解除，不然的话，丹神塔真的会在神奇联盟的进攻下，彻底的在神州中除名。司神说道：司神大人，那丹神塔这边我们要不要派人过去增援？明九王也是比较担心丹神塔这边的情况，虽然丹神塔与神冥界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但是丹神塔也是万界神州中最顶尖的超神势力，一旦这样的一个势力倒塌，那么万界神州的平衡就会彻底的失衡，但时候神奇联盟统治万界，怕是只手遮天了。丹神塔那边的事情是9大界之内的势力间之战，我们神冥界也无权插手，不然必定会坏了大纣的秩序。生存之战就要靠他们自己，除非那些魔物出动，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前往增援丹神塔，毕竟那些魔物才是大纣的危险存在。曾经的天古浩劫就是这些魔物危害万界的存在。神明三王闻言也是在情理之中，毕竟大纣的秩序不能乱，不然所有的东西都在他们神冥界的庇护下，那么一定得不到所谓的成长。所谓的生死，只有经过生死还会不断的成长，甚至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极限，使得自身的实力达到更高的神境领域。所以这一点元尊和丹神塔塔主就做得非常好，他们如今能够成为超神巨擘势力之主，就是因为他们的心中有着一份强者的责任。越强大的强者可不是欺压万物生灵，而是要造福万物，使得整个世界的气运和资源得以提升，抵御那些一直想要破坏大纣的魔物入侵，才是真正强者要做的事情，而不是像神奇联盟的盟主那般妄想要统治万界。对了，最近那些魔物有什么动静？司神对着神明三王问道。目前所得到的一些信息，好像那些魔物似乎消失了一般，根本没有任何魔影在各大势力以及各界中出现，除了这次的这位魔神亲临神元宫，而其他魔物没有任何的动静。没有消息。司神的眉头微微一拧，因为就是这样查不到任何魔物的踪迹，才让他的心中变得更加蹊跷。要知道，这些魔物正在加快推进了大计划，根本不可能会没有任何的动作。看来那些魔物应该也发现了我们最近一直对他们的暗中的窥视，做了防着我们一手。对于司神来说，目前最担心的就是这些魔物最近的踪迹诡异般的消失不见，也证实了司神认为他们已经在布局，而且这个局也已经在进行中了。让司神有些想不通的是，这些魔物为何能够做到不让人发现的情况下，还正顺利地进行着他们的大计划。这些魔物的智慧似乎不比他们大纣的神灵差，甚至非常的阴险狡诈。既然对方有意防着我们，那么我们也不能就此放弃，立马启动冥思天地语，将隐藏在暗处的那些魔物踪迹探寻出来，不然等他们的大计划成功，对于我们来说将会是严重的后果，更是让整个大纣面临毁灭。冥思天地语，神明三王在听到司神竟然让他们释放冥思天地语时，脸上露出吃惊之色，因为这道天地语可不是寻常的语，可是以彼岸冥河之水通过特殊的神法，将彼岸冥河化为天地语，降落在整个大纣之中，特别是落在魔物身上的时候，就会产生反应。不管魔物在神界域还是9大界之中的某一处，只要被冥思天地语触及，就会在第一时间被发现。当然，想要启动这冥思天地语，需要大量的造化神力来催动，并且在施展完冥思天地语之后，施展着的造化神力也会暂时的枯竭，需要经过10年的时间，方才能够彻底的恢复。这也是为什么不到万不得已时，绝不会施展这道冥思天地语。但是为了能够找寻出正在暗地里进行大计划的那些魔物，冥思天地语乃是最佳的办法。司神大人，真的要释放冥思天地语吗？您可想过，一旦释放之后，施展者将会在10年的时间里无法恢复造化神力，这对于如今的神冥界来说是极其的致命伤。如果在您失去造化神力的这个期间，那些魔物突然进攻我们神冥界，那么后果不堪设想。神荼王脸色无比的认真，因为这个事情可不是小事情。沉默的片刻之后的司神才缓缓道：总比大纣陷入毁灭要好得多。当然，在我释放冥思天地语的时候，我会利用通天之道，将整个神冥界与外界彻底的断开联系，关闭所有的出入口，
只留一个万魂之魄的入口，其余入口全部都会在通天之道下被彻底的断开。